大家好，我是小霞，欢迎收看环球视野。在中美贸易战中，谷歌根据美国政府的行政命令，终止华为手机搭载谷歌生态相关产品，如谷歌商店、谷歌地图、谷歌游戏等，导致华为手机2020年出货量在6年来出现首次下跌。华为开始下定决心推出在全球替代谷歌的方案，华为 HMS 及华为移动生态是内部命名为南泥湾工程的重要部分。12月16日，华为强势发布重大进展。华为推出全新系列产品，将替代谷歌生态的所有重要方面，包括安卓系统和相关谷歌生态产品，如谷歌搜索、谷歌导航。重点是，这些新产品并不是面向国内市场，全部都是全球化产品，从而在事实上对谷歌的产品线形成全面竞争对抗的态势。鸿蒙 2.0 手机版在本月面向用户开始测试，用于替代安卓系统。据余承东介绍，鸿蒙系统几乎重构了安卓系统的所有重要底层，并在性能上实现了大幅的提升。安卓系统将不再是智能手机的唯一选择。华为自建应用生态的进展比鸿蒙系统更快。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华为手机在出厂时无法搭载谷歌的一系列日常必备应用，这对华为手机的海外市场构成了致命的威胁。华为花瓣地图是中国科技巨头对谷歌地图的回应，该应用程序面向国内和全球140多个国家地区发布，在10月份已提供下载。外媒表示，谷歌地图有的，花瓣地图全都有，并且花瓣地图还加入了诸多全新功能体验，让人感到非常熟悉，几乎没有学习成本。花瓣地图可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提供位置跟踪、地图显示方向和实时交通更新的功能，并提供了129个城市的实时公共交通更新。它支持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普通话的语音导航，是一个完成度很高的导航应用。相比之下，谷歌地图刚上线时仅支持英文。花瓣地图是中国少数可以与谷歌地图与苹果地图比肩的世界级应用。使用花瓣地图的体验让人感到非常熟悉，这是因为该应用程序从一开始就被构建为可完全替代谷歌地图全部功能的产品。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人忽略了一个全球化地图应用的开发难度和成本。花瓣地图是一个全球导航应用，拥有世界地图、多语言导航服务以及全球多个城市公共交通信息，这都需要耗费巨量的资源，才能做到如此完善的程度。这样的投入充分体现了华为与谷歌正面对抗的雄心。另一个直接挑战谷歌的应用就是花瓣搜索。众所周知，搜索业务是谷歌的发家产业，华为为此赋予了花瓣搜索超强的功能。花瓣搜索提供了20多个类别的搜索功能，包括新闻、视频、图像、购物、航班和本地企业。华为花瓣搜索还携带了超酷的前沿科技，比如你看到喜欢的椅子或电视，则可以对其进行拍照，并在网上商店中查看价格。又比如，花瓣搜索能够通过识别动物和植物物种的照片来提供信息。花瓣搜索执行非常严格的隐私和版权保护标准，已通过欧洲隐私印章认证，符合通用的欧洲数据保护法规 GDPR， 可确保更高的数据处理可靠性。并且，华为仍然在不断改进花瓣搜索及其功能，带给用户更完美的搜索体验。此外，在花瓣搜索的发展路线图中，将提供纵向搜索，以智能方式关联更多前沿应用。比如，花瓣搜索将在视觉搜索以及财务、音乐和语音识别方面提供领先全球的智能科技。在穿戴设备方面，华为在2020年已占据全球第1的位置。近日，权威市场调研机构 IDC 发布
第三季度中国可穿戴设备市场季度跟踪报告，其中华为以 941.4 万台出货量，成为了第三季度可穿戴设备出货量第一的公司，占 28.6% 的市场份额。12月10日，全新的运动健康西安科学实验室正式亮相，专攻穿戴设备前沿的创新。华为对谷歌的全面对抗竞争并不是全部，华为同时挑战的还有高科技通信的 5G、6G 领域、芯片领域、智能机制造领域、车载智能设备领域等等。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在多个尖端领域同时挑战世界领先水平的公司，华为是第一个。除了在 5G 通讯领域和智能机制造领域保持领先外，在备受关注的芯片产业，华为也在进行全面布局，不止在设计层面，在芯片生产和光刻机制造方面也雄心勃勃，目标是推出全面替代西方科技的产品。任正非近日在全国高校科研交流会上表示，芯片只是应用端，没有可以预见的重要障碍，我们的科研力量就足以胜任，希望高校的研究着眼于未来20年、50年，深耕基础科技领域。这句话的背后，体现出华为人压倒一切的信心。华为的姿态几乎是目前中国整体发展的一个缩影。世界的重心将从西方转移到东方，我们正在见证历史。以上是本期环球视野的全部内容，喜欢的话请订阅我的频道。